自己做的高兴，然后又把这个全台湾都带动了这个风棒球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人生成就？有啊，我有成就啊，像石起这种不看棒球的人都因为这一次被我们拉入坑，这个就是我的成就，我当然就很高兴。像你这样的人很多嘛，对，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让更多人关心棒球、爱棒球、支持棒球，那这个运动，人生成就达成了你。对，我终于拉一个很困难去看棒球的人，就是王石起，他终于要来了。这个是官网上面的，这个是收入啊，球迷成长数啦等等的，就是他已经这个过去有一段期间其实就是明显的偏低，对，但现在已经拉到最高峰了。所以这应该可以算是你在会长任内的最大成就。对，这个是今年的月要去做的啦，就是说这个涉及到我当会长4年来，我的经营策略啦，那我一直在谈，就是说会长他其实他是一个吉祥物啦，吉祥物就是他最低功能就是吉祥物，因为重要的仪式庆典你要出现一下，因为你是会长，但会长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啦，所以我一直希望说，因为会长其实因为我是义务职嘛，因为我也没有薪水，就中职会长没有薪资，中职的日常运作，中华职棒的日常运作是由秘书长在运作，所以公文我也没有，我上任也没签过任何一份公文哦，但是我认为会长要带领的是给秘书长一个方向，就是我必须要告诉秘书长跟职棒的这些联盟的这些主管，我们应该怎么做可以让这个运动变得更好。所以我大概的角色，其实我4年来我都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会谈一些东西，让联盟的同仁大家朝这个目标前进。譬如说，我举例，你要增加进场人数，其实我的第一个策略就是我要把球场从体育用品社变百货公司了。这个我已经谈很多年了，我现在校园巡回鸟，对，什么意思呢？变百货公司我就有兴趣。对，你就有兴趣，就是这个意思。你终于懂了，一句话你就懂了嘛，哈，就是体育用品是谁会去？就是运动的人会去。对，你长期不运动，你就不可能去体育用品。这些用品在干什么？好，那变百货公司就不一样了。你会去百货公司，你可能是去吃美食，你可能去买化妆品，你可能去买衣服，你可能去做 anyway 喝咖啡，你可以做任何事情，这个叫百货公司嘛。那体育迷当然也在里面嘛，所以我们如果把体育用品社变百货公司，我们的 TA 就会更多元，对，我们目标就会更多元。所以很多人喜欢过去都会笑说啊，中华职棒那根本就是中华职业啦啦队联盟。其实讲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他在酸联盟，他在笑联盟。对，其实我很高兴，我希望他们多讲，为什么？很好啊，反正如果你是为啦啦队、为女孩而来，那有什么不好？反正你还是要买票进场。你买票进场，我的球迷人数就开始上升嘛。那好了，你来看啦啦队，我不相信你在看啦啦队的同时，你不会多关注一下场上的活动，不可能啦。你目标是啦啦队，但是你还是会关心今天谁赢，那谁打得好不好，对不对？所以我无形当中，你可能是女孩迷，可是你一直进场，你可能就会变成棒球迷，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女孩迷兼棒球迷。那我无形当中，我不是增加一个客户吗？第二个，我一直在，因为我们的球场很困难，就是我们的球场兴建当时都是为了for国家的比赛，所以我们很难是把球场用职业化的角度，也就是进场是休闲是娱乐，不一定是输赢，不一定是胜负。那所以我球场的设施基本上没有办法像国外做得这么好。可是我当会长的时候，我一直在鼓励各球团。因为球场是属于球场，球场是属于球团的业务，就球团要怎么去改装啊、经营啊，我能够从中央争取预算的，我来帮他们争取，让他们改善，硬体、软体的改善，就是简单讲，让球迷进到球场里面会越来越舒服，这个体验经济会越来越觉得吸引他进场，所以我就讲说美食要多元化，就要各式各样贩卖各式各样的美食。再来，座位席要多元化。所以你看现在，然后味全球场也有那个类似像那个帐篷的那个太空舱啊，然后乐天球场这个各式各样那变化很多，各种席，国外都是这样子嘛，不是只有我们，像我们都是内野外野，人家不是，人家是每一个区域分布都不同。但这个难度高，是因为球场都盖好在那里啦，不是让球团一开始球团来设计，球团土地是政府的，球团来投资设计发包兴建，依照
球团的需求来兴建，台湾还没有一座这样的球场，所以这很可惜嘛。你看，包括像远雄已经盖好了，可是远雄是远雄公司的，它也不是我们球团的，对，所以我们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座棒球场是这样。那为什么要做到这样？因为做到这样才可以让球迷不同 TA 的球迷都可以进到球场来。你看火腿队最新盖好的球场，还可以在里面泡温泉呢。就球场里面可以泡温泉啊，所以它有各式各样目标的设计。所以你看，光进球场，它就是一个观光行为。就算你不看球，你来这里喝饮料，来这里吃饭，来这里泡温泉。台湾接下来对下一个阶段，如果我们还有球场要兴建，那我就会很强力的主张。我们的球场其实是应该，我们已经进入到棒球的一个我们要往前跨一步，我们要 upgrade 一个等级。对，我们就必须要将球场的改善做得更好，让球迷进到里面会更舒服。现在已经变成了产业化了，就比如啦啦队也有他们自己的产业，对，职业棒球就是产业化。然后接下来你要变成更升级，就是让像我这种人都可以进去那个。思琪，你想？如果我们把职棒经营的好，职棒都赚钱，然后愿意给球员更高的薪水，那就会更多的吸引更多的孩子，他愿意投入这个职业，投入打球。那我们的棒球人口会变多，你国家实力才会变强嘛。否则我们只是看结果而忘了平常这些耕耘，平常这些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冠军是这些球员在一场比赛。一个赛事里面，他的反应、心理状态、技术都有一个成熟度，然后加上球运也不差，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冠军。可是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棒球环境，我们的从3级棒球一直到职业棒球，你球团长期都在亏损，球团的薪资都不是，如果都当然现在已经比以前好高太多了。但是如果我们越来越好，我们就会让整个棒球的产业更加的健全。那棒球跟产业更加健全，我们在国际场上，我们要拿到国际这种重要赛事的冠军，我们的机会才会越来越高嘛。对，你讲的是整个产业的健全，然后整个往上提升。可是，在这一段期间，有一些人的评论是认为说，因为有这个签赌赌博球版，所以球员薪水才那么高，这是两回事。那个都是很久以前的故事啦。这个就是过去职棒35年来，我们有一段黑历史啊。对。那这个黑历史其实很多人只要你是球迷，对你都会铭记在心。所以职棒联盟对于防赌，就算现在了职棒环境变好了、健全了，然后球员的薪水也普遍比起以前，你想思琪，我跟你讲，当时职棒元年好了啦，职棒元年最好的投手、最好的球员月薪8万元，就你可以想象说那种台湾明星球员，比如张育成。月薪8万，你可能很难想象，可是当时职棒元年的确如此。可是那样子我就不会想要去打球。对，那不过那时候你要这样想啊，如果当时没有这个8万，没有职棒的成立，你要知道，思琪，当时你记不记得这些国手什么秦文常常会爆出来，就是当他光环退去，他替国家拿到光环退去，然后他去什么台北市养工处啦。去铺那个爹妈嘎，当时场我印象中，以前小时候都常常做这种新闻。可是现在，所以你职棒成立之后，你让球员虽然只有8万块，至少他总比没有办法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来的强太多了。所以当时虽然只有8万，可是很多球员是很感谢的。可是当时也因为制度不健全，什么条件都不健全，薪资结构不健全，所以才会引发各式各样的事情出来。那现在不会了，所以大家在谈的是职棒过去那一段历史啦。那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环境是要大家共同维护啦。联盟很用心，在这个阶段我们一样嘛，检察官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会邀请检察官去现场。其实检察官现在去现场也不是太多事情可以做啦。就变成说，我们检察官那个免费看了一场球，那我们很拜托他们免费看了，我们很高兴他们来免费看，因为有检察官在，我们那种整体我们在防范的机制里面，我们不管好的时期或者过去不好的时期，我们都是持续在做这些事情。那这个都是说我们健全的这个环境，职棒不容许再有一个失误，要不然那个球迷的心真的是痛，很伤心，所以很不愿意提到那个过去。没有错。然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就这一次的这个12强，我好多朋友，哈，我立刻刷机票
飞日本的变3万多块一张，我的天儿啊！师姐，我跟你讲哈，我第二个感动就是这些球迷，我刚刚讲过那个团结啦。其实师姐你要知道，你那个我在东京球场，因为我每天都在现场，所以我要进场之前会遇到很多的台湾球迷。那台湾球迷每次看到我就会长来，然后大家就跟我照相，然后就排队哇排一整排在那里在巨蛋门口照相。然后日本的那个管理人员那个我借耳机上几下，借耳机上几下，过来的是讲他很怕聚集嘛所以他就会来询问说什么事，就会告诉他就走了。好，那重点在于我每一个球迷几乎有空照相有空，我就问他说你要哪来？实际我不会骗你，我们台湾人真的挺棒球，不分朝野，不分什么政党。真的是可爱到了极点，你知道？他跟我说：“会长，我告诉你，我先去澳门。澳门，我从澳门转机，就先飞澳门，再从澳门飞东京。因为第一个他东京买不到机票，然后他说：会长，我先去琉球，我先飞 Okinawa， 再从 Okinawa 呢，再从冲绳，再从冲绳，对我先飞冲绳，再从冲绳呢来东京。他说：你看小。”这样比较便宜。我有一个朋友是飞韩国，对，那个谁，那个我在球场遇到那个陈柏伟 ，Thank you 啊，对，就是 Thank you 也是从韩国，他就从首尔飞，他到现场，我说你怎么来的？他说我跟你讲，我临时决定，我就直接飞釜山，然后再从釜山再过来，然后有一个最有趣的，他告诉我会长，我告诉你，现在只差没有开放伞兵，不然他直接降落，他直接跳伞，从东京上空跳伞下来。我的妈！我在开玩笑啦我只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球迷太可爱，他们想尽各种方式，就是要来为我们的国家队、为台湾队、为中华队来应援、来加油。那种让实情你在现场的感动，然后我再跟你讲一个更感动的画面，就是你知道他们来到东京不是就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机票解决，他们没有门票啊。进不去嘛，对，特别是最后的2场对日本人早就把他们，因为有他们的比赛，他们早就买完了。前面2场没有问题，后面那场很困难。你知道，我就看到不止一个，然后那个年轻的那个女生啊，女孩子就拿着一个板子，在球场散场的时候拿一个板子，就说她要买票，有没有人愿意卖给她？那个已经晚上10点。他还在拿那个牌子，我真的忍不住，我就有一个，我就跟他讲说，你买他说会长，我在这已经站很久了，是没有人那个，我就跟他讲说，你把资料留给我，如果我们联盟，因为我们事先小弟在下，我一发现我们可以前进东京之后，我就赶快叫联盟的同仁全面开始抢票，就是反正去询问啦主办单位。各公司行号可能，譬如说有一些是公关票嘛，因为你有赞助广告，那你有可能有公关票，因为大会就给你公关票。那我就问说公关票你要不要的那一种，到处去问就收票。所以我就跟小女孩讲说，如果我问看看有没有，如果有，我们联盟还有，我就卖给你。她很感谢，她也很感动。那我更感动的不是我其实因为太多案例了，我也就是说我更感动的不是她感动，我更感动的是因为。说实在话，事情你认真把它想，一个人他除了爱棒球，他一定有强烈的希望台湾好，对，希望国家好。我们要面对这么重大的比赛，他一定要进场去应援，他才会做这个事情。我们一般人就是都没票的好啦，然后都除了加油的好啊。他那个积极度真的很坚强。你看到这一群人，你不感动，我就觉得你没有留下。我觉得我的眼泪有一部分是为这一群人而流的。他们真的是你在现场，你就觉得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对，所以你真的就是那个感动，那个我一直在讲说，台湾人你看这么可爱，大家这么爱棒球，这么爱台湾这种情绪。我觉得就是爱台湾，就是希望台湾可以在国际上面扬眉吐气。对。很像台湾的命运，对，我们就是自己争气，是啊，争一口气给你看。谁看好台湾过？没有人看好台湾过，所以台湾的命运就跟这一次12强其实一样，从来就没有人看好我们嘛。不论是什么产业，以前不是大家在讲什么半导体，说台湾现在能够这样，以前有人看好没有？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人看好我们，可是我们最后在棒球上可以拿到冠军，所以这个对台湾很大的鼓励啦，这对我们台湾人的信心，台湾人的这种面对事情的一些看法，我们会更积极、更正向。那因为我有看到
网络上因为每天都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影片被抛出来，然后呢，有一些人他们买票的时候啊，就买到了日本人区，然后也跟日本的球迷哇也是对这个相处极为融洽，一起喝啤酒啊什么的，然后呢。接下来台湾已经拿冠军了，后来在日本媒体上面的一些检讨，就说啊，台湾这一次怎么样啊，有很多他们已经变成有侵略性的队伍了啊，等等，就日本媒体做了非常多的这些报道分析，反而是台湾自己有一些在骂自己说啊，我们给人家先发换人啊，这样没有水准，没道德。那关于这个部分呢，你觉得？日本人都没骂，反而是台湾人自己在骂。不是这个，就是说，反正。棒球也是民主的一环嘛，有各式各样的论调，我都尊重。但是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我们的准则跟方法。这个当下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因为大会有规定，他必须要公布我们下一场的先发投手是谁，所以我们大会规定公布。那因为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从没有想过，美国打败委内瑞拉之后，我们可以直接晋级。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对日本的那一场预赛的那一场，日本就没有意义嘛，输赢就没有意义，反正决赛还要再对一次。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会面临到投手必须因为我们本来准备好在预赛那一场就要跟日本来一个决一死战，可是没想到那一场变得不重要，这个局势是没有人想到的，是没有办法预估的。但是我们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问大会，就我们联盟的同仁先问大会。这样符不符合大会规定？就是临时公布了投手，这要换投手有没有符合规定？大会说没有符合规定啦，本来就可以换。但是呢，大会都已经 OK 了，我们是，但是他要罚钱，我说没问题，我们就罚钱。那第二个，我们自己觉得，豪居总教练他就觉得说，我们应该亲自去跟那个警端监督亲自去跟日本的总教练来跟他去。当面跟他说明这个情况，也希望取得他的谅解，所以他们就在比赛前，他们就直接去找监督，拜访监督，跟他说明说，我们为什么会换，是因为我们好好的跟日本想打一场精彩的比赛，可是没想到我们竟然不用比了，就可以双方都可以直接晋级，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实力。最精彩的比赛就留在最后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投手的更换。我们的思维是这样。当然我没有去，那是豪居总教练去了哈。但是我们在内部的时候有这样的共识，觉得我们应该要勒毛要做到周全，然后所以他们回来也告诉我说，这个日本监督他可以体谅我们的想法。那我们换了是因为。玉米它的投球数是有被限制的，对，因为我们是这样，玉米第一个投球数有被限制，第二个场数也有被限制，所以我们本来教练团他们这种在国外打球的被绑的这么不是，因为球员都是球团的财产嘛，所以球团保护他的财产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他希望他的财产限制很多呢，对他希望他的财产健健康康嘛。那林玉敏是因为他的投球的那个局数。在今年一整年下来，教练他们的球团认为他局数已经够了，所以不宜再过度太多。那够了的情况下，所以他就同意让他来打。但是第一个每一场有限制，第二个场次也有限制，所以我们大概取得预赛可以投一场，决赛可以投一场。这当然过程有很多的沟通啦，这个我们所以这些都是你要去处理。没有一些是我们联盟的同仁，因为有一些跟球团沟通是。要直接用英文，所以我们国际组在处理叫我一个英文不是太强的人去沟通，这个时间很久。但是就是说你们幕后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周旋，当然了，这都要一个一个来。这个所以推出了一支这么强的这些，对啦。我其实觉得我们的我不要说我们很强，我们的棒球水准真的有一个程度啦。大家不要看轻自己。但也不需要夸大自己到说我们这个世界无敌了。可是日本人觉得，哦哟，台湾队现在很有侵略感了。没有错，我觉得日本跟韩国他们这一次的冠军都会让他们有一个改观啦。就他们觉得，像韩国这一次，我都觉得我的感觉啦，我就觉得他们觉得台湾他们一定赢嘛。所以他们我认为啦，因为赛前我就觉得他们最强是那个郭彬嘛，投手。那
我们自认为郭斌会对我们，可是人家郭斌是要留来对古巴，他觉得古巴比较强，人家没有对我们，所以这一次之后，我觉得他们会改观，就是他们会认为台湾是一个对手了。台湾不是他们想象中一定会赢的人，一定会赢的国家，不是，他们会认为我们是一个对手，所以这个是整体在环境氛围上，我们有一定的水准，这件事情不需要否认。但是我们比赛要能够继续复制，譬如说接下来的什么经典赛、奥运，我们又要什么冠军？当然，我觉得这个目标跟期待，这个是我们的信心。但是要努力啊，就不会大家想象那么简单，因为我们的平均的水准，我们还是比美日来的低一点，这个毋庸置疑啦。但是比赛，我讲球是圆的嘛，比赛是打一场，又不是打1年，所以这个状况都不一定。所以我们只能持续不断的强化自己。所以刚刚讲到玉敏那个都要去沟通，就是要去协调沟通，然后才会在比赛的时候教练团怎么去用它，然后我们就会有限制，所以他只能投1次嘛。那我刚刚讲反过来，你也可以采取一些我觉得比较不是太好的方法，譬如说我举例，你也可以不跟日本人谈，也不用罚钱嘛，你就直接叫林玉敏上场，然后呢投1个人，他就下来了。对不对？你可以说不然你也可以说林玉敏今天手部忽然不舒服你可以用这种理由这种理由你可能也不用所以我们的态度是这个很诚实，开大门走大路对，我们就是跟日本不需要搞这些，对，你就不然你棒球场上这是战术的一部分嘛，有些人他就会欺敌叫做假先发这个在棒球场都很正常嘛，就假先发就是明明公布这个先发，可是上来只投1局他就下去，可是我们就采取光明正大，不需要嘛，我们就直接讲明，因为状况不是日本预料，也不是我们可以预料。我们公布林玉敏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如此，现在状况改变了，所以我们面对这个状况，我们天经地义，在战术上我们可以走。那战术上可以走，战术改变，对，我们面对新的战局，我们要有新的战术，而且看起来我们改变是正确的。对你也可以走那种不是，你就是不要花钱，也不要改，你就不要告诉他，反正我就假先发。那我是觉得这样，没有很好，有一点，对，就有点好假波的那种感觉，有点就是不够光明吧，不够光明磊落啦。不过插过来问一下。后来玉米有碰到一些挑衅的记者，他还好吗？心情还好，我觉得他 EQ 还算蛮高的，因为他好年轻，21岁，可是他很成熟。因为挑衅完的时候，那是在机场嘛，然后后来离开机场之后，隔天就是那个行政院请客嘛，总统府，所以我有遇到玉敏啦，我就跟他说玉敏有受到影响吗？他就告诉我说会长没有，我说赞。要当大联盟的投手就要有这种心中，要有这种心态。对，我觉得这一次让大家看到这些年轻球员，其实他们高度都很够，就是他们的气度跟高度，其实哇，好成熟哦。就他们为国家去征战，然后碰到这种挑衅，他们都用一个很有智慧的方式去面对。因为我说大联盟，我就觉得好厉害，因为他们未来在大联盟会遇到更多的挑衅嘛。我去美国都会去看那个大联盟看球，那个美国的球迷那个凶狠度都不亚于台湾，那各种脏话都会飙出来的，所以他们会面临到很多这种球迷。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的 EQ 跟他的心态没有把它调整好，去处理好，我觉得他情绪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玉敏他虽然年纪很轻。可是我觉得他的成熟度其实相当高的。我觉得他好像见过大场面，所以这些他都 OK 的。